曾经有一档韩国节目利用 VR 技术帮助母亲和已经去世3年的女儿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再次相聚。相信所有曾经失去亲人的人应该都曾经幻想过这样的场景。但是利用 VR 技术虚拟出来的人终究是没有灵魂的，你只是在和卸了顶的程序员小哥哥进行的煽情对话而已。但是如果能把记忆移植到这个虚拟出来的人体中，那么这个人就可以成为脱离肉体的存在。我们还可以为这些人构造出一个完整的世界，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生活。他们有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，就好像人在自己的梦境里也不会知道自己在做梦一样。这样不仅仅可以慰藉在这个世界里的亲人，说不定还可以利用他们的智慧为这个世界做出一番贡献。这听上去还挺科幻的。马斯克脑机接口发布之后，记忆的储存和转移就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，只要破译了脑电密码，就像破译加密情报一样，这些就可以成为现实。网友就预测，未来当脑机接口技术继续发展下去，不但能帮助身体残疾的人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，也能增强正常人的功能。就比如在一个人的大脑里移植海马体神经芯片，就可以增强正常人的记忆力。那延长人类寿命的芯片被研发出来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如果未来人类寿命可以延长到500岁，人类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呢？上古时期的人类寿命极长，圣经中记载，人类始祖亚当活了930岁，赛特活了912岁，诺亚也活了950岁。以后的人类随便活就好几百岁。从前我们一直认为圣经是神话传说或者一种暗喻的说法，但是后来圣经记载，人类的寿命逐渐恢复到我们现在的水平，差不多100岁左右或者70-80岁。人类的寿命因为某种原因缩短了。有种说法是人类由远古采集社会过渡到了农业社会，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导致了人类的寿命缩减，还有身体机能的退化。所以无论是秦高汉武还是唐宗宋祖，追求寿命的极限，甚至是长生不老，成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。而美国更是悄悄兴起了一场超人类主义计划。2018年11月26日，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在第2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的前一天发布，一对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在中国诞生。这对双胞胎的基因经过了人为修改，出生后天然免疫艾滋病，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。消息一出，立即引发了一场舆论的轩然大波。122名科学家发起了联合抵制，因为对这些不可控的遗传物进行重写，一旦弄出个大活人，这些人结婚生子，这些不可控的基因就会混入人类的基因池。即便这一代看上去还挺正常，但是如果不确定的基因到了下一代发生了某种突变，就对人类群体产生不可估量的风险。就比如说夏娃就凭借一己之力生出了一地球的人类。但是不可否认，基因技术的发展已经到了可以改变人类个体基因的程度了。就好像我们一直以来都谈虎色变的基因改造玉米、水稻、小麦种子一样。那我们能不能把缩短了的寿命延长呢？就现在我们基因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讲，非常有可能，并且这些领域的科学正以超乎我们想象的迅猛速度悄悄地发展着。因为事关伦理道德，他们不希望太多的媒体和政府关注来限制他们技术发展的脚步，所以这些技术几乎都在地下悄悄地发展。其实很早的时候，美国就兴起了超人类主义的计划。这项计划的拥护者拥有非常强大的科学手段和政府资源，并且得到了谷歌那类互联网巨头的鼎力支持。他们支持采用新的技术，支持大量使用胚胎干细胞，支持克隆繁殖技术，支持人和机器的基因混合，支持基因工程和胚胎操纵，支持以一种不可逆的方式改变我们。他们的目的是改善人类的生存现状。当然，有些人并不这么认为，这究竟是改善还是毁灭，的确是一个未知之数。但是这一切已经并不是科幻了。就比如说，有一种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基因疾病会使患者逐渐失明，那一家德国公司就研发出了一种可以植入患者视网膜内的生物芯片。这种芯片可以将光转化成电信号，并且把这个信号放大，然后通过电极将这个信号传递给视网膜，然后这个信号就可以通过正常的视觉神经通道传到大脑，在大脑里形成图像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如果科技把人类的寿命提高到500岁，这个社会
会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也许100年老店会消失，转而出现1000年老店。我们可以见证 iPhone 11到 iPhone 1111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30岁的你还没有结婚，反倒担心30岁的你是不是早恋了。70年的产权可能会改成500年产权，结婚生有效期到期后，100岁的你正在考虑要不要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恋情。真的还想再活500年那哥们儿，可能也没那么想向天再借500年了。500岁的人类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呢？据清乾隆13年福建省永泰县志记载，永泰山区汤泉村有个老人叫陈俊，他生于公元881年，死于公元1324年，享年443岁。这个人人品极好，人们都很敬重他。到了晚年，他无法自食其力，世上也没有什么亲人了，乡亲就轮流供养他。后来老人岁数越来越大，肌肉也收缩得很厉害，身体越缩越小，最后只剩10斤的体重。乡亲们就用竹麻编织一特大菜篮，装着老人，由供养人轮流抬着进出，因此大家都管他叫菜篮公。所以说，如果不进行一些类似于超人类计划的改造，即便把人类的寿命提高到500岁，人类的漫漫长路也只能在菜篮子里过了。这样一来，科幻电影中时间规划局的场景就显得很真实了。那个时候的社会，唯一的财富就是时间。我们可以在体内移植一种超人类的芯片，我们所有的金钱都用来去购买这种芯片的有效时长，让我们一直停留在最好的时间段，永远都不会老去。但是贫富的矛盾会更加突出，穷人为富人打工，只为了延长寿命；富人有花不完的时间，用芯片去控制穷人，为自己获取利益。矛盾积攒到一定程度，就会爆发战争。富人为了平息事端，会割让一部分利益出来，然后进入另一个循环。因为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，有阶级就会有压迫，有压迫就会有反抗，有反抗就会有压制与平衡，这就是人类的江湖。这个社会就是人性的社会，改变的只是科技，而人性从未被改变。